从最开始发出信号无条件和谈，到后面乌克兰拒绝沟通，不知道现在的俄罗斯是什么样的想法，是不是有种骑虎难下的感觉？因为泽连斯基的目的始终都是打残俄罗斯，也只有乌克兰赢得最终胜利，才会真正结束这场战争。既然双方和谈无望，那就只能各自回家，准备接下来的大战了。这时候，美国也罕见地给乌克兰下了死命令，并且将重启一项针对俄乌战争的秘密计划。库皮扬斯克、莱曼、顿涅茨克、扎波罗热，随着大量人员装备涌入乌东，俄军在超过200公里的作战弧度上正面进攻乌军防线。难道这场周年攻势提前开启了？普京，你不讲武德呀，居然搞偷袭！许多人都觉得是在2月24日发动攻势，没想到你们居然提前了。其实火力军能理解，俄军拖不起战事，还有1个月，乌克兰就要进入翻江期了，届时冻土全部融化成为烂泥。到了那时候，俄军想要发动攻势，就只能让装甲部队沿着公路和铁路行军，不仅行军路线会被预测，后勤补给车辆也容易被伏击，非常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部队进行进攻作战。如果俄军不能在翻江期到来之前发动攻势，那就只能等到5月份了。等到了那时候，俄军就难以在战场上获得优势，因为西方援助的一系列主战坦克将大规模到货，俄军就没得打了。万一这几个月西方又给乌克兰提供一些远程导弹或者战斗机啥的，那就更没得玩了。所以俄军提前发动攻势，火力军是可以理解的。接下来俄军最有可能从2个方向发动进攻，一个是哈尔科夫、卢甘斯克方向。在俄军在哈尔科夫大溃败之后，乌军就一直想要进攻卢甘斯克，所以在这里囤积了大量兵力。俄军如果以本土为依托，直接南下攻入哈尔科夫州，夺回库皮扬斯克、莱曼等地，就能切断这些乌军的退路，那么就有可能包围这里的乌军。另一个就是顿涅茨克的北面了。巴赫穆特经过大半年的攻坚战，驻守在这里的乌军损失十分惨重。如果俄军能够拿下巴赫穆特，那么就有可能撕开乌军在顿巴斯的防线。不过也有人觉得俄军可能会对扎波罗热发动进攻，甚至展开第2次闪击基辅的行动。但在火力军看来，这种可能性极小。从去年3月份开始，扎波罗热战线就没有发生过大变化。之所以说可能性较小，是因为扎波罗热战线相对孤立，即便打下扎波罗热全境，也难以对顿巴斯战局产生影响。相反，顿巴斯的2个战线相互策应，无论在哪一条战线上取得突破，都可以为另一条战线带来优势。至于闪击基辅，那就更加不可能了。俄罗斯从入侵战争开始就从来没有攻克任何一个州的首府城市，当初的赫尔松也是主动投降的，而且现在的基辅可不好打。之前闪击基辅是想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，但现在打了1年了，乌克兰早将基辅的防御构筑得非常完善了，还炸了基辅北部的多座桥梁，埋下了大量地雷。俄军只要不傻，就不可能选择基辅作为目标。这次俄军最高目标应该是想全歼乌军主力，迫使泽连斯基投降；最低目标应该是夺取多座重镇，然后借助翻江期构筑防线，迎接乌军夏季攻势。但战事能不能像俄军计划那样发展呢？当然了，乌克兰肯定也会想对策，目前正在组建22个旅级部队，然后将其编为第9和第10军团。这2个军团最快将在3月份投入战斗，双方都在为这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做充足的准备。最终的结局不仅会影响2个国家的命运，还会影响整个世界的格局。相较于英国将俄军动向视为大规模进攻开端的观点，美国这边有不一样的看法，认为俄罗斯还未开始且没有能力展开全线攻势。尽管俄罗斯已经花费数月时间来训练动员士兵，但新兵获得的训练依旧有限，至少目前来说难以承担攻坚大任，尤其是在克里米亚、巴赫穆特等关键战场，这些动员兵上去就是当炮灰的。
另一方面，俄军内部也没有进行必要的整合，这也将进一步影响俄军全线进攻的能力。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，不断传出俄罗斯动员兵到达前线之后，发现自己不属于任何俄军编制，纯粹被当成炮灰去冲锋。有些新兵还会受到乌东民兵的霸凌。如果再考虑到俄军内部复杂的派系斗争，这样的组织能力难以保证俄军可以顺利发动全线进攻。从理智层面分析的话，火力军倒是觉得局部重点进攻才是俄军的选择。这一点从俄军在乌东的几个头面人物的表态就能感受到一些证据。乌东2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先后表示，俄军在前线的局势已经变得非常艰难。虽然瓦格纳雇佣军在巴赫穆特地区接连突破，但依旧无法在短时间内拿下这座小城。普里戈金虽然承认俄军当务之急是拿下顿巴斯全境，但想要实现这一目标，至少需要1年半到2年的时间，甚至是3年的时间。当然，乐观的人也有，那就是普京的狂热粉丝小卡德罗夫，他觉得俄罗斯在年底前可以完成既定任务。不过，考虑到车臣部队并未成为过城市攻坚战的主力，后期更是充当起督战队的角色，小卡德罗夫这些话更像是打鸡血。即便如此，也仅仅将实现目标定在了年底。由此可见，俄军如今的形势并不像是某些人预测那样，能以风卷残云之势席卷顿巴斯。而美国这边更是直接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，即使俄军占领了巴赫穆特，也不会对整个局势产生任何战略意义。说白了就是，美国认为俄军拿下一个巴赫穆特，还会有下一个巴赫穆特。近段时间，白宫也给乌克兰下了一个强制要求，在持续1年的乌克兰战争中，西方国家为乌克兰提供了海量军援，不说有求必应，但也至少帮助乌克兰重建军队抵抗俄军，乃至一步步将俄罗斯拖入战争泥潭。但目前美国方面好像有些不够满意。从去年3月份开始，美国已经提供了上千亿美元的各类援助，再加上许多欧洲国家所提供的，总价值已经高达1300亿美元，相当于俄罗斯在2022年之前足足2年的军费开支之和。西方这么大规模的援助，也只能让乌克兰死死抵挡住俄军的进攻，仍然无法彻底打垮俄军或者将其打出去。这也让战场陷入不知何时结束的状态中。对于西方国家来说，有一些不能接受。美国认为，现在乌克兰战争正处于改变态势的关键时刻，所以要求乌克兰在获得各类援助的同时，也要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进展。俄乌冲突的烈度和消耗性远超外界预期，援助追不上乌军消耗速度。乌军每天至少需要打出约1万枚各类炮弹，而西方国家的弹药库存早已吃紧，军火产能却因供应链等问题无法有效提升。显然，这场战争已经让许多国家疲惫，西方国家想要看到乌克兰取得重大进展。在西方国家倾囊相助之下，乌克兰依旧难以打垮俄军，尤其是最近俄军在巴赫穆特战场接连突破，在新一年西方的援乌力度逐步升级的大背景下，乌军却难以复制去年的哈尔科夫反击战大捷，肯定会让西方国家感觉心累。毕竟扔出去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，总不能因为一个俄罗斯将整个西方阵营拖垮吧。所以美国才会下达这项要求，迫切需要乌克兰做出真正的成绩，好让西方国家心里能舒坦一些。同时，为了可以帮助乌克兰取得胜利，美国一项秘密计划也开始重启了。为了可以有效帮助乌克兰，五角大楼正在督促国会同意恢复2个绝密乌克兰项目的资助。这2个项目是俄乌战争爆发前暂停的，美国已经实施多年，主要是让美国特种部队直接渗透乌克兰一线，实战观察和跟踪俄军军事行动，获取美国所需要的情报信息。美国特种作战部队进入乌克兰，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秘密观察俄军行动，名义上是为了清除虚假信息，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帮助乌军分析情报和指挥作战。如果国会能够批准重启，美国还可以雇佣乌克兰特工，帮助美军近距离观察俄军行动。这种绝密行动的一个重要意义，就是让美军直接参与到俄乌冲突中，直接与俄军正面较量。
虽说目前尚未得到官方证实，但是从相关方面消息看，美军特种部队进入乌克兰的情况可能真实发生了。此前就有消息称，美英等国特种兵已经进入乌克兰，并且还出现在战场前线。美国也清楚，这样的消息放出肯定会引起俄罗斯的反对，所以对外宣称，与美国大规模军事援助等公开手段相比，这些秘密行动不会提升乌军的作战能力，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美军与俄军正面交战的情况。显然，美国这种说法很难得到俄罗斯的认可，但你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与此同时，乌克兰也将成立一个冲锋队。眼下，乌军在乌东前线失利，落入俄军手中的城镇和居民点越来越多，而西方援助的装备还没有到位。长此以往，乌军很可能失去对巴赫穆特的控制。现在计划成立冲锋队开始行动，也是希望能在俄军还未充分控制该地区的情况下，重新拿回乌东地区控制权，避免使乌东成为第二个克里米亚。目前这项计划已经收到2万多份申请，下一步是对这些申请进行筛选，哪些人最适合突击旅？任何选拔出来的人员都必须经过体检、心理测试和全面的证件审查。如果这些冲锋队队员能够从俄罗斯手中解放失地，他们将获得几笔联邦津贴。从当前局势来看，俄乌战争未来如何发展有点难以预料，因为这场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，既有结束冲突、恢复和平的信号，也有冲突升级、局势恶化的信号，难以对此做出准确的办法。俄罗斯这边眼看无法进行和谈，美国还在增加援助，甚至打算派出特种兵进入乌克兰，所以俄罗斯急了。但其实从一开始，俄罗斯就一直在舆论上对西方喊话，并且不断拿出核武器威胁各国。但美国并没有真的被核威胁吓阻，反而一步步试探俄罗斯的底线，从援助单兵装备到海马斯，再到西方先进主战坦克，甚至未来提供战机。不得不说，美国的试探非常成功，因为俄罗斯从没有对这些提供援助的国家发动军事打击。在西方国家眼里，整垮俄罗斯也许只需要再努一小把力即可，所以美国放出了派遣特种兵进入乌克兰的消息，并在波兰部署上万美军，将会再次绷紧俄罗斯高层的神经，这仗必须继续打下去。这样一来，俄军将失去休整机会，而俄罗斯经济恶化的情况非常严重，国内也出现了反战的声音，打了将近1年，依旧没能实现战略目标。现在的俄罗斯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。你们觉得美国派出特种兵后，会不会将部署在波兰的空降师一起派出？俄乌战场全线攻势又能不能正式开启呢？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。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